师尊让我日日与100条蛇共浴，只为了改善我的废材体质。他说我命中注定与此物有缘，我不信。直到那日我在秘境种药，恰巧看见路边昏了个人身蛇尾的俊秀男人，顺手用来解药。没想到一夜过后，我身下多了2枚银白的蛋，害怕男人找我负责，我揣上1枚就跑。为了实现自己的咸鱼梦，我没有回到宗门，而是跑到一个凡人的边陲小镇，装成一位普通凡人。此时的我站在刚租好的房子里，拿出之前捞来的蛋，喃喃自语：这是个啥？能吃不？要不做个荷包蛋？手心的蛋突然摇晃起来，不知哪里一个稚嫩的童音：娘亲是我呀，你的小宝贝，不要刺我呀，娘亲。我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，摇了摇头，这下蛋直接裂开了，窜出一条小白蛇。小蛇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，落到地上竟然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奶娃娃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居然真是我生的蛋！用了0.1秒理解发生了什么后，我坦然接受了现实，并在这个小镇过上了赚钱养娃、研究美食的咸鱼生活。不知不觉6年过去，我的馄饨摊因为太过美味，成了知名景点，连我也有了馄饨西施的称号。树大招风，当一个身穿蓝衣、恣意潇洒的男人来到我的摊位前，我就知道好日子是到头了。男人看到我，先是错愕，再是难以置信的狂喜。六师妹，原来你还活着！我连忙拿起汤勺挡住自己的脸，样样道：这位师兄，不，客官指定是认错人了。不容我拒绝，四师兄执意要带我回宗门。我望着身边懵懂的嘟嘟，又想起这6年带娃赚钱的艰辛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怎么说，我们也是天下第2宗门，养个娃娃应该绰绰有余。师尊年岁大了，也正是需要孙女的时候。打定主意后，我带着嘟嘟踏上师兄的灵州。只是一想到当初那位小蛇君，还有被我留在原地的蛋，就心里发毛。虽然不小心娶了他的原养，还给他留了一个孩子，可那时他奄奄一息，想必也没看清自己的脸。这次做回修士，我一定好好在宗门做个宅女，没事绝不出门，绝不能让孩儿他爸找上门来。可那时的我不知道，越是不想来什么，越是会发生什么。不过3日我们就来到了宗门前，我牵着女儿嘟嘟的手，深吸一口气，大喊：老邓，我回来啦！门口一个仙风道骨、须发皆白的长老趔趄了下，快步迎了上来，正是我的师父灵玉真人。小祖宗，别喊别喊，丢人！虽然这么说，可他一早就等在门口了，打量了我一会，眼眶一下子就红了，嘴却一如既往的硬。臭丫头，这么久跑哪去了？不知道为师很担心你吗？我心头一暖，我是个孤儿，本在街头流浪，是师父把我捡回宗门，从不嫌弃我的废材体质，把我养大。鼻尖一酸，我的眼底也泛起诗意，主动一步上前捏住师父的衣角，轻轻唤了声师父。师父再也忍不住，一把熊抱住我，泪水汹涌而出。活着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四师兄在一旁故作老成，叹了口气：六师妹一路劳顿，嘟嘟估计也累了，我们先进门吧。他说着指了指我身旁的孩子。师父这才注意到，先是愣了愣，然后将嘟嘟抱起，忍不住的打量。臭丫头可算是做了件好事，这丫头比你小时候长得可是讨喜多了。周围不止什么时候聚来了好多看热闹的修士，探头探脑的打量着我们母女，议论声不停传来。四师兄看见了，连忙和师父说道：师父，快别让其他人看热闹了，赶紧回宗吧。师父回过神，连忙擦了擦眼泪，收敛情绪，又摆出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。走，跟为师回家。他抱着嘟嘟，示意我坐上师兄的剑。我们一行4人飞回了风头，刚坐下，师父的传讯符就响了起来。掌门听说真人寻回爱徒，特邀青云峰一脉到主峰大殿一聚。师父连忙起身，我跟在师父身后，心中不免有些忐忑。穿过山上的重重殿宇，来到掌门所在的主峰大殿，刚踏进门槛，便看见殿内已经聚了不少人，大多都是各位长老的亲传弟子。我的目光下意识扫过众人，可不知为何，当我与宗门2师姐谢玉娇对视时，竟感受到了明晃晃的轻视。听闻六师妹这些年自甘下贱，竟然在凡间做起了吃食买卖。四师兄萧白脸色微沉，真要开口。就在这时，主位上的掌门抢先一步，声音温和却带着威严：这就是许久未见的知许丫头吧？快上来让师伯好好瞧瞧。我连忙走上前，顺手拿起水壶给掌门的空茶盏蓄了水。风顶天气寒凉，掌门师伯多喝点热茶。掌门看着我，眼中闪过一丝赞许。知许虽在资质上差了些，却是个好孩子。就在这时，太乙仙宗的弟子走进大殿。我等奉宗门之命，特来相邀。冬月15是我太一宗1000年庆典，届时将开放秘境，举办论道会，诚邀贵宗各位道友前来观礼相聚。等太一的人离开，殿内的窃窃私语立刻响了起来。是修仙界第1宗门的邀请，不知道大名鼎鼎的龙君会不会来？
一定会来吧？毕竟太息掌门可是他的师尊。我站在掌门身旁，不由得有些走神。龙君的鼎鼎大名，在我失踪前就有所耳闻。传说他是世间上最后一只龙，俊美妖异，武力超群。龙族被屠那日，东海几乎被血染成红色，哀嚎震彻九霄。他因在外修行，寄居于太乙仙宗，才侥幸逃生。自此，龙族唯剩他一人，背负着血海深仇，在岁月中独行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有幸看见小殿下？我疑惑，说起来，我女儿也不是纯人类呢，庆典上不会遇到孩儿他爸爸，那就不妙了。想到这，我又忧愁起来。我轻轻叹了口气，师傅注意到了，掩袖轻咳了声。想什么呢？这么出神？我挠挠头，陪笑道：“我就是在想庆典会不会有好吃的嘛。”这话一出，殿内不少弟子都笑出了声。毕竟我是亲传弟子中唯一的废材，又是有名的吃货。师傅瞪了我一眼，却没再说什么。掌门倒是笑着摆了摆手：“庆典之上，珍馐美味自然少不了。只许若是想去，便随宗门一同前往便是。”我眼睛瞬间亮了。谢玉娇在一旁冷笑一声，语气里的轻视都快溢出来了。果然是凡尘待久了，满脑子就只有吃食，丢尽我们天眼宗的脸面。我刚要开口对回去，师傅就先按住了我的胳膊，眼神示意我别冲动。萧白师兄收敛了平日嘻嘻哈哈的笑脸，上前一步，语气平淡却带着压迫力：“二师妹此言差矣，只许师妹在凡间自力更生，凭手艺赚钱养娃，何来丢人脸面之说？倒是二师妹这般咄咄逼人，反倒失了仙门弟子的气度。”谢玉娇脸色一沉，还想争辩，掌门适时开口打断：“好了，都是同门，莫要争执。太一宗庆典之事，各方尽快安排弟子随行，务必准时赴约。只许刚回来，先回房休整吧。”庆典当日，天刚蒙蒙亮，宗门弟子便已整装待发，只有我在翻箱倒柜找遮面的纱巾，毕竟怕撞见孩子爸，能藏一点是一点。谁知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到。等我放弃面纱冲出门时，风头早已没了大部队的身影。糟了！我拽着裙摆急冲，萧白师兄传来了简讯，告知我在太乙仙宗的山脚集合，他师父会在那里等我。我运转自己的微薄灵力，脚下生风往太乙仙宗赶。谁想到刚拐过一片密林，就听见刺耳的呵斥与孩童的啜泣声。别跑了，你今天逃不掉的。你们怎么敢？我可是……我猫着腰躲在树后，只见5个黑衣人围堵着个粉雕玉琢的小男孩，男孩的小面绷得紧紧的，虽然小手都怕得发抖，表情却依旧绷得紧紧的。黑衣人眼神阴鸷，出手狠辣，显然招招都下了死手，根本没想着小孩活。我心头一紧，怎么随便出个门都能遇到这种凶杀现场？偏偏我修为低微，连筑基都没到，如果硬拼，只能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。可我看着和女儿差不多大的男孩，心里莫名涌现一股亲切感，实在狠不下心离开。就在心急如焚的时候，余光瞥见储物界里的大铁锅，当即有了主意。喂，你们欺负小孩算什么本事？我故意拔高声音吸引注意力，趁黑衣人转头的瞬间，猛地将大铁锅从储物界里照出，灌注灵力狠狠砸了过去。铁锅带着劲风砸在为首几人的后脑勺上，几人闷哼一声直接栽倒，剩下2人惊怒交加。哪里来的野修士？趁他们分神，我抄起地上的石子，精准砸中他们的膝盖，再补一脚将人踹倒，反手用捆仙绳捆了个结实，搞定黑衣人。我连忙转身看向男孩，刚要开口安抚，目光落在他脸上时，却像被雷劈了似的僵在原地。那眉眼，那小巧的鼻梁，竟和嘟嘟一模一样。难道是我当年留在秘境的那枚蛋？你既然救了我，我会谢你的。正想着，男孩突然察觉到我在打量他，眉头一皱，带着几分不悦。你看什么？我心头一动，伸手就要拨开他的衣领。小家伙显然没想到我竟然对他动手。你干什么？不许对我这么无礼！就算你对我有救命之恩也不行。然而小屁孩的威胁，我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一心只想求证自己的念头。可即便我将他全身扒了个遍，也没有发现和嘟嘟一样的白色鳞片。最终有些失望地放开他，也许只是长得有些像罢了，是我太敏感了。不过面前的小人现在就像一颗白生生的萝卜，还是个气得不轻的萝卜。我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你真是无理至极！我用指尖擦过他的鼻尖，小家伙傲娇的别过头，脸颊气鼓鼓的。就在这时，上方传来一道清冷威严的声音：“放开他！”我猛地抬头，就见云端落下几道身影，为首的女修端庄明艳，一身浓郁沉静的碧蓝色广袖长袍，言行举止间尽显威仪，正是太一掌门太息真人。他身后跟着几位长老，神色凝重的快步走来。太息真人连忙将男孩抱进怀里，仔细检查他的身体。星瑶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唐星瑶摇摇头，看向我。我没事。星瑶的小脸绷得紧紧的，半点表情也无，明明眼底还藏着未散的失意，面上却装得沉稳肃穆，只淡淡抬了抬下巴，指着我对太息真人道：“师祖，是这位姐姐救了我，这群黑衣人要杀了我。”太息真人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好一会他才平静下来，转头看向我，眼里带着几分赞许和郑重。多谢小友出手相救，这孩子是龙君唯一的子嗣。星瑶小殿下，今日若非你，
后果不堪设想。日后龙君知道了，想必也一定会亲自登门道谢。我连忙客气拱手，哪里，掌门客气了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乃是分内之事。这小孩居然是真的有来历，那我岂不是抱上了龙君大腿？想着，我又美了，连萧白站在我身后都没有察觉。沈之许，你又发什么呆呢？萧白一脸担心地揽过我的肩。刚才的事我都听说了，有这种事不知道召唤师兄师父吗？就你那点修为，还敢逞能？说着，他瞟了太息掌门一眼，轻声在我耳旁说：别管那些什么龙君啊、小殿下什么的，在我和师父心中，再尊贵的人也比不上你重要。我鼻头一酸，有点感动，可我很快意识到太息真人修为高深，耳力过人，肯定也听到了他说的话，轻轻踩了萧白一脚。瞎说什么呢？这不是没出事吗？可太息真人连嘴角的幅度都没有变化，笑道：小友既是天眼宗之人，不如随我们一同上山，也好让龙君当面谢你。我自然满是应允，毕竟好事不留名，就好比锦衣夜行，那不是傻吗？我们一行人上了山，不知是不是我救小殿下的一举传开了，一路上的人都盯着我直看，炽热的视线几乎要穿过我的面纱，让人感觉十分不适。我随便找了个理由脱离大部队，一路绕着殿宇瞎窜，好不容易才摆脱了众人的视线，找了个僻静的偏殿躲进去。反正宴会还没开始，不如先在这小憩片刻。偏殿里陈设简单，只摆着书架和还有屏风后的一张贵妃榻。我摸出块帕子盖在脸上，往榻上一躺，刚要眯眼睡着，就听见殿门被轻轻推开，两道身影走了进来，说话声压得极低，却还是清晰地传进了我的耳朵里。星瑶，今日之事你可知错？是龙君。我瞬间绷紧了身体，连呼吸都不敢大声，只希望两人发现不了自己。龙君立在书架前，墨发高竖，眉眼冷峻，周身萦绕着摄人的威压，如传说中一样气场强大。而他身前，星瑶垂着小手，依旧是那副绷着脸的小大人模样，只是耳尖微微泛红。我知道还敢孤身引那些人出来？你以为凭你这点修为能斗得过那些人？若不是今日那位天眼宗的人出手，你后果不堪设想。你给我的防具我都好好带着的，不会有事。可那些人是残害龙族的凶手，我若不引他们出来，他们只会继续躲在暗处，永远找不到。我是龙族的小殿下，理应帮父王找出真凶，为族人报仇。我心头一震，原来今早的追杀根本不是意外，是星瑶故意设计的引蛇出洞。这小家伙才多大年纪，居然有这般胆识和心思，妥妥的黑心小汤圆啊！龙君语气软了几分，伸手揉了揉他的头。报仇心切可以理解，但你要记住，你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。今日之事太过鲁莽，还差点将无辜之人卷入风云，往后万万不可再这般行事。我知道了，父王。我听得入神，翘起的二郎腿不小心撞到了旁边的书堆上，哗啦，几本书应声落地，在寂静的偏殿里格外刺耳。谁在那里？他话音刚落，周身威压便骤然散开，我吓得大气都不敢出，脸上的帕子捂得更严实了。实在不行就装睡吧。龙君抬步就要往屏风后走来，却被星瑶猛地拉住了衣袖。父王，让我去查探吧。龙君垂眸看向他，眼底带着几分了然，却没有戳破，只是淡淡颔首。星瑶趁机快步走到屏风前，掀开一条缝看了我一眼。我正缩在角落里，一脸惊魂未定地望着他，他眼底闪过一丝狡黠，随即对着我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又快步走回龙君身边。父王，不过是只小野猫，我们快走吧，宴会要开始了，别让太息失足等急了。好。龙君深深看了一眼屏风的方向，才带着星瑶转身离开。直到殿门关上，我才猛地松了口气，瘫坐在地上，后背早已惊出一层冷汗。小伙子够义气，我记住你了。要是被龙君误会偷听，我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越想越后怕，连忙爬起来整理了一下衣衫，刚要走出偏殿，就撞见了寻过来的萧白师兄。知许，你跑哪去了？可算找到你了，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太息掌门特意让人来请你，说龙君要当面谢你，今日救了小殿下。我闻言心头一紧，刚才我们还见过面呢，这一天过得可真刺激啊！我强装镇定，那我们快去吧，别让龙君大人和各位掌门久等了。我跟在萧白师兄身后往宴会厅走，一路上我心里都在打鼓，反复琢磨着等会儿见了龙君该说什么，生怕说错话得罪这位大人物。毕竟龙族虽只剩他一人，可实力依旧是修仙界顶尖的存在。刚走到宴会厅门口，就听见里面传来阵阵欢声笑语，抬眼望去，殿内宾客云集，仙门各派的弟子和长老们分列两侧，星瑶坐在主位一旁的位置上，旁边还空了一个位置。星瑶似乎察觉到我的目光，抬眼望了过来，对着我眨了眨眼，嘴角勾起一抹极淡的笑意，随即又快速恢复了那副端庄无表情的模样。太息掌门见我们进来，连忙起身招呼：知许小友来了，快过来坐。今日的事还要多谢你了，龙君还未到，应该是给你准备谢礼去了。话音刚落，殿外便传来一阵极具压迫感的脚步声，众人下意识噤声，纷纷转头望去。一个男人面无表情，
却自带睥睨天下的威仪，缓步走入殿中。我瞳孔地震，惊得一动不动，居然是他。男人墨发高束，玄色龙纹锦袍衬的身形挺拔如松，那双深邃的眼眸像藏着整片寒潭，明明是极致的俊美，却带着生人勿近的凛冽。可我偏偏认得这双眼睛，认得他脖颈处若隐若现的淡青色龙鳞印记，那是当年在秘境里我攥着他肩头时指尖蹭过的地方。怎么会是他？当年哪条蛇竟然是龙君？也就是说，星瑶是我另一个孩子。我僵在原地，手脚冰凉，连呼吸都忘了调节，只觉得快要控制不住脸上的得体表情。周围的窃窃私语适时传入耳中，带着几分打趣与艳羡。你看天眼宗那位仙子，怕是被龙君大人的风姿看呆了吧？换我也呆啊！龙君可是修仙界公认的第一美男，实力又强，谁见了不动心？听说他救了星瑶小殿下，龙君这次亲自道谢，说不定真有几分缘分的。身为议论的中心，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萧白师兄察觉到我的不对劲，悄悄碰了碰我的胳膊，低声问我怎么了。我勉强扯了扯嘴角，摇了摇头，示意自己没事。龙君是我孩子爸这种事，我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就在这时，云无兰扫视了周围一圈，朝着我的方向走来。她在我面前站定，微微颔首。我感到周遭的气压仿佛都低了几分。多谢仙子今日出手相救，犬子这份恩情，本君记在心上，小小薄礼，还望仙子笑纳。他抬手，掌心浮现出一枚通体莹润的玉牌，玉牌表面雕刻着繁复的龙纹，隐隐有灵光流转，一看便知是上等的防御法器。我下意识伸手去接，指尖刚碰到那微凉的玉牌，便与他的指尖轻轻相触。刹那间，一股玄之又玄的力量从我们的指尖溢出，分别钻入我们掌心。云无兰的身体骤然一僵，原本平静无波的眼眸瞬间掀起惊涛骇浪。他猛地抬眼，深邃的目光紧紧锁住我，仿佛要将我整个人看穿。不等我收回手，他忽然俯身凑近半寸，温热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，让我浑身紧绷。这位仙子，我们是否见过面？他的气息太过迫人，我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，心脏狂跳不止，几乎要冲出胸腔。周围的议论声瞬间停了下来，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气氛的不对劲，纷纷探头探脑地打量着我们，眼神里满是好奇。太息掌门也皱起了眉，似乎不解龙君为何会有此疑问。萧白师兄更是上前一步，不动声色地将我护在身后，警惕地看着云无兰。龙君大人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知许师妹这些年一直在凡间，从未与您有过交集才是。云无兰却仿佛没听见萧白的话，目光依旧牢牢锁在我身上，那眼神里有探究，有疑惑，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熟悉感。但最终他只是缓缓收回手，有些抱歉地看着我。抱歉，是在下唐突了。仙子只是感受到了熟人的气息，一时之间有些激动。我尴尬地甩甩手，干巴巴地笑了两声。没事没事。大厅的角落，谢玉娇几乎咬碎了一口银牙。她恋慕龙君多年，从未见他对谁如此特别。沈知许这个带娃寡妇怎么配？店内突然传来谢玉娇的轻笑，她拍着手看向我，眼里的挑衅不加掩饰。这不是巧了吗？沈师妹，我今日在路边捡到一个幼童，好像与你很熟呢。话音刚落，两个弟子带着嘟嘟走了进来，嘟嘟手里还攥着半块没吃完的桂花糕，见着我立刻眼睛一亮，挣脱旁边的人扑了过来。娘亲！全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嘟嘟身上，我看着嘟嘟和星瑶七分相似的眉眼，暗道不妙。果然一旁的云无兰上下打量着嘟嘟，周身气压不自觉降低。谢玉娇见状，立刻添油加醋。沈师妹好大的胆子，竟带私生子擅闯仙门庆典，莫不是想攀附龙君大人，给孩子找个靠山？谢玉娇的声音尖锐，字字句句都在往我身上泼脏水。我心头一紧，连忙将嘟嘟护在怀里，怒视着她。谢师姐说话注意分寸，嘟嘟是我女儿，光明正大，何来私生子一说？我正欲再辩，心口忽然涌上一股酸软无力，浑身灵力像被抽干般瞬间溃散，双腿一软便直直往下倒。不好，今天的食物有问题。预想中的疼痛并未传来，一具温热而坚实的臂膀将我稳稳接住。云无兰下意识伸手揽住我的腰，掌心触到我后背的瞬间，她眉头猛地一蹙，周身的龙气骤然紊乱了几分。不对劲！他猛地收回手，低头审视着自己的掌心，眼底满是惊愕。方才还运转流畅的灵力，此刻竟晦涩难用，像被什么东西粘住般凝滞不前。我的灵力动不了了。不知是谁先发出一声惊呼，殿内此起彼伏的惊呼声瞬间炸开了锅。怎么回事？我的灵力全卡住了。是毒，有人在食物里下了药。太息掌门脸色骤变，刚要下令封锁大殿，殿门便被哐当一声踹开，一对身着黑衣、面罩遮脸的人手持染血刀剑闯了进来，个个眼神阴鸷，气场凶厉，显然是来者不善。察觉到我的无力，嘟嘟猛地挣开我的怀抱，小身子挡在我身前。坏人别想欺负我娘亲！他满脸怒意，体内潜藏的龙族血脉竟然在此刻爆发，在背后凝成一条小白龙。黑衣人猛地顿住脚步，语气里满是惊愕与疑惑。不是说龙君唯一的孩子是个男孩吗？这丫头身上怎么会有龙族气息？另一人立刻接话，目光扫过嘟嘟，又落在不远处的星瑶身上，眼底闪过贪婪。
管他男女，既然两个都有龙族血脉，那就一起带走。星瑶瞬间绷直了身子，虽然四肢无力，却依旧挡在嘟嘟身前，小脸满是坚定。你们休想伤害其他人！可他终究只是个6岁孩童，在黑衣人面前毫无反抗之力。领头的黑衣人冷笑一声，抬手便甩出2道捆仙绳，精准缠上星瑶与嘟嘟的手腕。不要！我嘶吼着想要扑过去，却被云无兰死死按住。冷静，切莫鲁莽行事。娘亲，救我！娘亲！可看着嘟嘟被捆仙绳勒得泛红的手腕，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心头一股戾气与护崽的本能骤然爆发。谁敢动我的孩子？刹那间，我周身爆发出一股浓郁的混沌之力，黑金色的灵光席卷全身，原本凝滞的经脉被瞬间冲开。这股力量太过霸道，连身旁的云无兰都下意识后退半步，眼底满是震惊地望着我。混沌血脉，感受着体内前所未有的充盈力量，我操纵灵力将为首的黑衣人钉死在电柱上，再一挥手斩断束缚住2人的捆仙绳，斩断。其余黑衣人见状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四处逃散。一获得自由，嘟嘟就哭着跑向我。我刚张开手臂要拥抱他的时候，殿外突然袭来一根漆黑的锁链，精准缠住星瑶与嘟嘟的腰肢，猛地将2人拽到身前。我抬头望去，只见一个身着玄黑劲装的男人缓步走入，面罩上刻着诡异的血色纹路，周身气息阴冷可怖，比之前的黑衣人强悍数倍不止。放开他们！我刚要冲上去，却因方才爆发太过猛烈，气血翻涌不止，眼前一黑，灵力瞬间溃散。只听那强悍的黑衣人冷哼一声，带着2个孩子化作一道黑烟，消失在殿外。知许，云无兰眼疾手快，瞬间上前将摇摇欲坠的我稳稳接住。我靠在他怀里，余光似乎隐隐看见云无兰眼底一闪而过的谋算，随即彻底失去了意识。另一边，星瑶与嘟嘟被黑烟裹挟着，落在一处阴冷潮湿的地牢里。漆黑的锁链刚松开，嘟嘟就扑到星瑶身边，小手紧紧抓住她的衣袖，眼眶红红的，却强忍着没哭出来。星瑶哥哥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娘亲会不会找不到我们？星瑶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小大人似的沉声道：别怕，我的父王和你的娘亲一定会来救我们的。他说着，抬手拂过自己的手背，那里浮现出一道淡青色的龙鳞印记。紧接着，他用手拂过嘟嘟的手背，那里浮现出一模一样的白色鳞片。嘟嘟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：星瑶哥哥，你的鳞片和我的好像。星瑶笑笑，靠近嘟嘟的手背，2道鳞片立马泛起微弱的彩色荧光。太西师祖说过，这是龙族的血缘印记，只有至亲之间才会出现。看来我们本就是一家人。嘟嘟愣了愣，随即露出欣喜的笑容，刚才的恐惧消散了大半。太好了，那我岂不是有哥哥还有爹爹了？星瑶摸了摸他的头，在他耳边悄声安慰道：别担心，这一切都在父王的意料之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缓缓睁开眼睛，入目是陌生的床顶，鼻尖还萦绕着淡淡的药香。刚要起身，就对上一双深邃的眼眸，云无兰正坐在床边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我。龙君，我的女儿呢？我猛地坐起身，就要下床去找孩子，却被云无兰轻轻按住肩膀，她的手掌温热，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。你先别急，孩子们暂时安全。你之前强行爆发混沌之力，伤及内腑，若不将这碗药喝了，贸然行动只会让孩子们担心。他说着，端过床边的药碗，碗里的药汤泛着淡淡的金光，显然是用珍贵的灵药炼制的。我看着药碗，又想到孩子们的处境，眼眶一红。可他们还在坏人手里，我不能在这里坐着等。我知道你担心孩子，但是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他们出事。他说着，放下药碗，抬手结了一个复杂的法印，瞬间空中浮现出一张银白色的小地图，地图上有2个小小的龙形光点，正微微闪烁着。他垂下眸，眼里满是内疚。这件事是我不好，之前星瑶和我商议，此时正逢太一仙宗1000年庆典，那群人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想办法把他们这些蛇鼠之辈引出来，斩草除根。为了保证星瑶的安全，我把上古神器伏羲钟给了她防身，只是没想到不小心将你们母女卷入其中。我看着空中的小地图，想到星瑶那孩子，叹了一口气，接过他递来的药碗，仰头一饮而尽。不用说了，我相信星瑶一定会保护好我女儿。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沉默了片刻后，云无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当年在秘境，你为何要走？我身子一僵，他都知道了。我低下头，声音低沉。我当时看你重伤垂危，又怕你追究我夺你元阳的事，一时慌乱才……云无兰打断我，语气温和：我没有怪你，当年若不是你的混沌之力，我或许早已魂飞魄散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找你，却没想到你竟躲在凡间，还……他说着，看向空中的小地图，眼底泛起一丝柔光，还养出了这么个乖女儿。他顿了顿，眼神真诚地看向我。我不会强迫你做我的妻子，更不会怪你当年的不辞而别，只是希望看在2个孩子的面子上，你能多信任我一点。无论怎么说，我都是嘟嘟的亲生父亲。我心头一热，点了点头。正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，一个弟子闯了进来。龙君，宴会上下药的凶手找到了，是否同沈师姐去殿上审问？我和云无兰对视一眼，都没想到这次仙门的效率快的吓人。下一秒，我们异口同声：去！
太乙仙宗议事大殿内，气氛凝重的能滴出水来。谢灵娇被两个弟子压跪在地上，红衣凌乱，发丝微散，却依旧昂着头，眼底满是不甘与怨毒。我盯着他，不由得握紧了拳头。掌门看着他，满脸凝重。灵娇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什么要捆我？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仙门的事。一旁的太息真人冷哼一声，空中浮现出一枚银白色的传讯玉简，玉简光芒闪烁，竟传出谢玉娇的声音：谢仙子放心，等我们解决小殿下，自然会兑现承诺，助你提升修为。只是你需记住，不可泄露我们的行踪，否则后果你承担不起。不用你们说，我也知道。事成之后，你我再无瓜葛。玉简声消散，谢玉娇浑身一震，再也无法维持镇定，瘫坐在地上。掌门看着他，眼底满是冰冷。玉娇，仙门从未对不起你。听到这句话，谢玉娇满眼怨毒地看向我，崩溃嘶吼：我没错，都是沈知许的错。明明就是一个废材，为何能获得那么多偏爱？明明是亲传弟子中修行最慢的那一个，灵玉真人却从来不怪罪他，而我要花千倍百倍的努力，才能维持身为二师姐的体面。不是师父您说的吗？修仙者就该为人先，我不服。我冷冷打断他：所以这就是你当初给我下药的原因？谢玉娇一僵，满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：你怎么知道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谢玉娇闻言不屑地冷哼一声：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只恨当初自己下的不是毒，只想坏了你的名声，没对你的小命下手，还让你带回来个小野种。这些年如果不是星瑶挡在我面前，龙君怎会看不到我？我只是想和龙君在一起，我只是想变强而已，我没有错。太息掌门打断他，语气冰冷：事到如今还不知悔改，勾结外敌，危害仙门，罪不可恕。太息掌门见状，下令将其关押。正在这时，云无兰缓步走入大殿，周身气压低得让人窒息。昨日被俘的黑衣人已被我审讯招供，应当是归虚教所为。我推测，他们屠灭龙族，便是为了打破东海之下的魔渊封印。龙族世代镇守魔渊，是魔渊最难突破的防线。如今龙族凋敝，他们只需要除掉我们，便可让魔渊重现，释放万千邪魔。话音落，殿内响起众人的抽泣声，殿内众人皆面色凝重。太息掌门当即下令，传我法旨，联合各大门派，彻查归虚教行踪。云无兰、知许小友，今日之事事关重大，还需你们联手，尽快找回都督与星瑶。我立马躬身领命。弟子遵命。云无兰看向我，语气糊了几分：你体内混沌之力刚爆发过，伤势未愈，今日先休整一日，明日一早我们便循着龙族秘法寻找孩子们。我看着他眼底的担忧，心头一暖，轻轻点头。师父看着我们，有些不满地挤进我们之间，嘱咐道：臭丫头，保护好自己，若是敢让我孙女受半点委屈，我定不饶你。我吐了吐舌头，应了声知道啦，师父。云无兰尊敬地向我师父行了行礼，表示一定会照顾好我，转身离开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心头五味杂陈。当年的露水情缘，谁能想到就这么轻易接了过？之后还要并肩作战呢？或许命运的丝线早已将我们紧紧缠绕。次日一早，我们收拾妥当，便循着指引进入一个秘境。秘境中黑色的古木遮天蔽日，空中都弥漫着浓郁的魔气，脚下的土地软烂无比，更是散发着刺鼻的意味。云无兰走到我身边，释放出龙气萦绕在我们周身。这秘境被归虚教布下了魔气阵法，你的混沌之力虽能克制魔气，但掌握的时间尚短，待会若是遇到危险，便躲在我身后，切勿逞强。我摇摇头，手中凝聚起淡淡的混沌灵力，周围的气遇到黑金色的灵力，瞬间消散。还是由我来开路吧，毕竟你可是战斗的主力，前面还是省点力吧。走到一个峡谷的时候，周遭的魔气骤然浓郁，漫天黑雾席卷而来，将我们笼罩其中。一道黑影从黑雾中窜出，拦在我们身前。那人身着玄黑法袍，面罩上刻着血色骷髅纹路，看见我们笑得很是张狂。结，老夫不去找你们，你们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今日便让你们葬身于此，为我教大业现身铺路吧。与此同时，归虚教地牢内，星瑶与嘟嘟被关押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石室中，漆黑的锁链缠在两人手腕上，锁链上萦绕着浓郁的魔气，不断侵蚀着他们的身躯。嘟嘟紧紧攥着星瑶的衣袖，眼眶红红的，却强忍着没哭出来。哥哥，娘亲和爹爹什么时候来救我们呀？这里好可怕。星瑶拍了拍他的后背，小大人似的沉声道：别怕，他们一定会来的。我感受到父王的气息离我们不远了，我们先乖乖待着，不要惹那些黑衣人注意。嘟嘟有些不舒服的闭上眼，周身突然泛起淡淡的荧光，靠近他的魔气瞬间消散。他抬手触碰墙壁上的符文，符文瞬间亮起，与他体内的混沌之力产生共鸣，发出微弱的金光。哥哥，你看这些符文在发光。星瑶眼前一亮，
没想到妹妹竟然有这种能力。思索了片刻，他心中已有破局之法。等会儿父王他们来了，我们就借助符文的力量打破锁链。和云无兰合力击败老头后，我有点无语。敲得那么响，结果不堪一击啊！我和云无兰收起武器，顺着血脉标记继续狂奔。找到星瑶与嘟嘟时，两人被绑在祭坛中央的石柱上，周身锁链缠绕，脸色苍白。星瑶、嘟嘟，龟须教阁主站在祭坛之上，身着血色法袍，面罩遮脸，手中拿着一柄染血的法杖，正准备举行祭祀仪式。看见我们，他狂笑一声：“云无兰、沈之许，你们来得正好，让你们亲眼看着我用这2个孩子的血脉开启祭坛，唤醒我族首领。”云无兰周身灵气暴起，眼底杀意凛然。你敢？今日我定要将你与龟须教一同覆灭，为我龙族族人报仇！云无兰纵身跃起，朝着阁主攻去。阁主抬手一挥，魔气化作一道护盾，挡住了他的攻击，发出剧烈的爆炸声。就在这时，阁主看向我，面露贪婪：“沈之许，你可知你为何能生下龙子？为何你的力量能克制魔气？”我心头一震，手上的攻击却未停。你什么意思？阁主冷笑一声，恨恨道：“混沌之力只能为神族后裔拥有。当年龙族被魔渊诅咒，只能与同族或混沌血脉孕育子嗣。要不是你当年在秘境中以混沌之力救了重伤的云无兰，净化了他体内的魔气，还与他结下了血脉羁绊，我族的事业早能成就。”我和云无兰对视一眼，满是震惊。要不是机缘巧合下破坏了他们的阴谋，修仙界怕是早已动荡不堪。可惜你们一家注定要整整齐齐地死在这里，到时候无论是龙族血脉还是混沌之力，都只会成为我们的助力。休想！今日你便要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说着，我们又缠斗在一起。我心里暗暗吃惊，这人居然顶住了我们2人的攻击，且游刃有余。这战怕是不好打。我们都没注意到，祭坛上，星瑶看着战况，悄悄对嘟嘟使了个眼色。嘟嘟，用你的力量激活墙壁上的符文，干扰他的祭祀仪式。嘟嘟点头，闭上眼，疯狂运转自己体内的混沌之力。他抬手触碰祭坛墙壁上的符文，符文瞬间亮起，发出耀眼的金光。金光与祭坛上的血色灵光碰撞在一起，祭祀仪式被打断，祭坛阵法出现裂痕。阁主见状，怒喝一声：“该死！”他分心之际，被云无兰击中肩膀，鲜血喷涌而出。我趁机上前，混沌之力化作利刃，斩断阁主的法杖，再狠狠刺入他的胸膛。他恼羞成怒，猛地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口精血，周身魔气暴涨，实力大增。我不甘心，今日就算同归于尽，我也不会让你们好过。他猛地抬头，眼底闪过一丝疯狂，竟将体内封印的全部魔族力量全部释放出来，化作一道巨大的魔族虚影，笼罩整个祭坛。不好，他要自爆了！没有一丝犹豫，我们转头冲向嘟嘟和星瑶，先救孩子。将嘟嘟和星瑶抱在怀里的下一刻，巨大的爆炸声响起，尘土飞扬。短暂的失聪后，我发现自己竟然一点事没有。抬头看去，一个金色半透明的大钟笼罩在我们头顶，牢牢地保护住了我们。怀里的星瑶俏皮地对我眨眨眼，伏羲中很神奇吧？我起身拍拍身上的尘土，看向云无兰：“快起来吧，我们还有事没做完呢。”按照龙族古籍的记载之法，我和云无兰双手结印，口中念念有词，龙气和混沌之力化作一道巨大的封印之光，笼罩整个祭坛。魔族余孽被封印之光笼罩，发出凄厉的惨叫声，渐渐被重新封印回魔渊。祭坛之下的裂缝缓缓闭合，魔渊再次被封印，危机终于解除。欣赏着落日的余晖，云无兰抱着嘟嘟，突然认真地看向我：“能不能给我一个追求你的机会？我不会用龙君的权势逼迫你，孩子们，我也会尽力做到身为父亲的义务。哪怕你爱上了别人，我的承诺也依旧生效。”我看着他，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好啊，正式认识一下，我是沈之许。云无兰看起来有点紧张。你好，我是云无兰。星瑶抱住了嘟嘟，夕阳下，我们4人依偎在一起。祭坛之上的金光渐渐消散，秘境恢复了往日的平静。尘埃落定后，太乙仙门的千年庆典继续进行。太溪掌门当即昭告各大门派龟须教已被覆灭，魔渊重新被封印的消息，我成了修仙界的大英雄。而谢玉娇因勾结外敌，危害仙门，被废去修为，逐出师门，永世不得踏入修仙界。3日后，云无兰带着嘟嘟返回东海龙宫，举行龙族认亲大典。龙宫之内张灯结彩，四海八荒的水族首领皆前来观礼，琉璃灯盏照亮了整个龙宫，喜庆而隆重。师傅也来到了现场，就是对云无兰有些不满。他喝着美酒，怎么看云无兰怎么不对劲。就算是龙君，也配不上我徒儿。为了讨好这位难搞的师傅，云无兰几乎是住进了天眼宗，每日亲自下厨，做灵玉真人爱吃的糕点，上山采摘珍贵灵药，为他炼制丹药，甚至陪他下棋品茶，听他唠叨当年的往事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最终灵玉真人吃着云无兰做的桂花糕，还是松了口。哼，也就这点手艺能入我的眼，以后若是敢让我徒弟受半点委屈，我定不饶你。云无兰立刻躬身行礼，语气恭敬：“弟子遵命，我定会好好照顾知许，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。”我看着2人的模样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好像幸福的日子
就是这样简单又平淡。这日夜晚，东海之上繁星满天，流星划过天际，璀璨而美丽。我带着星瑶与嘟嘟坐在龙宫的露台上，看着漫天繁星。嘟嘟仰着小脸，拉住我的手，好奇地问：娘亲，爹爹会不会成为你的夫君呀？我想让爹爹一直陪着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。星瑶也睁着大大的眼睛，期待地看着我，虽未说话，眼底的渴望却显而易见。我轻笑一声，故意逗他们：那如果娘亲说不会呢？你们会生气吗？嘟嘟耷拉着小脸，却依旧认真道：不会生气，爹爹永远是爹爹，娘亲永远是娘亲，我和哥哥都会一直爱着你们的。就算娘亲不嫁给爹爹，我们也能一起生活呀。我们尊重娘亲的选择，只要能和娘亲、父王在一起就好。我看着2个懂事的孩子，心里软软的。这时，云无兰从远处走来，手中端着一碗温热的莲子羹，走到身边，轻轻牵起我的手，低头在我额头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谢谢你选择我，往后余生我会陪着你，陪着孩子们一起看遍这世间的风花雪月。